生气啊！刚刚说我太冲动，对不起。等春暖花开，我们把那些车厘子的盆栽放到叔叔的墓前，他就不会孤单了。小薇，如果你看到这封信呢，说明我还真的挺倒霉的。不过，别埋怨老天不公平，因为有你们，我得到的幸福太多了，所以我愿意承受这些病痛。生老病死，人之常情。其实我不害怕。我是担心你会害怕。从小你就要强，照顾弟弟，照顾我，还有妈妈。我其实特希望有人能像我爱你妈妈那样爱着你，让你松弛，也让你坚定。你挺小的时候就跟我说，做律师是你的梦想，我特开心，因为太多人可能忙碌了一辈子，也不知道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。比如说我，一个平凡不能再平凡的爸爸，但我却培养出了一对非凡的儿女，我很骄傲。我希望我能成为你们的勇气，而不是你们前进路上的阻碍或者心结。丫头，你的梦想也是我的梦想。无论我在不在你身边，还在不在这个人世，我都希望能看到你的梦想发光发亮。别怪我啊，自作主张给你报了名。别难过，老爸不能陪着你。我偷偷给你准备了考试通过的礼物，就放在你床底下，就当是老爸的赔罪了，啊！如果我们遇到坎儿，就地躺下的话，那么我们所有的痛苦都不会被治愈。你的理想，你的才能，都是白费。我宁愿做一个反派，我宁愿让你烦我，但我也想逼着你去做这些事情。我知道这很煎熬，但是不管是痛苦失意还是刀光剑影，我都愿意陪你一起扛。就是不明白，为什么我辛辛苦苦重来了一遍之后，结果还是不会改变。我可以，没关系，有我，只要你相信我，哪怕真的有所谓的命运，我也会陪你一起改变这个命运的剧本。不哭。不哭。那我们一起哭。不哭了。
还记得大一的时候你偷看我卷子吗？现在可没机会了啊！我跟你说了好几百遍了，没偷看。再说了，我一个第一偷看，你第二干什么？看不见卷子没关系，不是能看见我吗？我就是你的定海神针，我在这儿，你就不会害怕。同学们，考试将在5分钟之后开始，考试时长是210分钟，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遵守考场纪律。考试时间结束时，请立即停笔，如有违反，一律按照作弊处理。在考试期间，如有任何疑问，请举手向我咨询，不要交头接耳，私下议论。同学，你怎么了？我刚才有一点头晕。继续答题，坐吧。大家都注意遵守考场纪律啊！既然我已经在这儿了，哪有说来就来、说走就走这么便宜的事儿？如果老天真要让我回去，那我钱维也要拽着陆巡想尽办法留下来。喂，张老师，我刚查到成绩，钱维478，我475，我卷4差了点，应该也没让你失望吧？不愧是你啊！哎呀，钱维啊，恭喜你又打破了我的记录，超越了我，还打破了上一届司法考试的李崇文的高分，还破了光华大学的记录，感觉如何？一个字爽。庆祝一下。还有一个好消息，双喜临门。张老师呢还给了一个 offer， 锦源律所的实习机会。真的假的？哎，那我们可以一起去啊！这么难得的机会，肯定只有一个名额，怎么可能2个人一起？你让给我的？怎么会呢？我那么忙，而且法规在线正式上线了，下学期呢还要跟法学院做社区援助，所以没办法兼顾那么多，前期工作也多，律所只能放一放。然后呢，我打算去法院实习半年，累积一下我的实战经验。哎呀，那这以后不能跟你做对手了，我就没有办法有那种赢你的感觉。那你也太自谦了吧，在我的世界里面，你永远都是赢家。啄木鸟。钱维，你是不是？
去世时，失之愈合写过一段悼词，说人往生之后都会存在于万物中，无处不在，会在街头擦肩而过，会在陌生人中突然发现他的身影。也许失去才是永恒的得到。这句话我今天才彻底明白。我想永远地留在这个世界，不再回到2022。爸，再见。有空的话多来梦里看看我吧，我永远想你。丫头，你们又熬夜，我都跟你说了，熬夜伤肝。那，把茶喝了。世界真小，我已经试着放下了，你却又出现。童文，就知道你还没走。那，帮我给客户送个资料。行。地址已经发到你手机上了。哦，我看一下。姐姐。嗨，归国富二代。这人就这样，家里头不待见，你一去正好。他呀，就喜欢年轻的帅的。蓝小姐，我扶着你吧。哎，你好。我没有喝过。你好，哎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总统房的蓝鹤小姐是哪一位啊？她就是蓝鹤小姐。我今天来的时候就已经喝了不少，这怎么了？谢谢啊。我的酒给我打开啊！我的酒快点儿！你好，蓝鹤小姐，我干杯！我让他们喝得很高兴。你好，我是来跟您送合同的。您没事吧？蓝小姐。蓝小姐，蓝小姐，谢谢。你谁啊？我是九元律所的李崇文，我是来给你送合同的。刚才您喝太多了。为什么在公交车上？这个呀，刚才您喝太多了，可能不记得了。然后我冒昧的拿您手机给你爸、给你哥打电话，他们都不接。我也是没有办法，我怕你一个人回家不安全，而且地铁都停运了，就剩公交车了。我爸，我哥，他们巴不得这辈子都见不到我，他们怎么会接电话呢？哎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是派出所或者是那个殡仪馆给他们打电话，他们肯定就秒接电话了。你下次再碰到我遇到这种情况，你就给我司机打电话。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司机，
他会来接我，就他会来接我。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合同？啊，对。哎呀，刚才您喝多了，吐着合同上了，我就打开看看有没有弄脏，看来是没什么事儿。这个合同是不是有问题？没问题啊，这是张律师亲自拟的合同，绝对没问题，这个您放心。你是不是在上学啊，小朋友？你撒谎的样子真可爱。合同你拿好，我任务完成了，我先走。这个项目是我爸丢给我的，但是我哥美其名曰说帮我横插了进来。他说之前所有的合同都是你们律所出的模板，说改改就行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如果我这次再输掉的话，我爸就再也不会信任我了。好。哎，我哥是你们律所的委托人，难道我就不是吗？你可以帮助我保护我自己的利益吗？其实这份合同有很多模糊的条款。这块土地上，它不仅约定了兄妹二人各自规划的面积之外，而且还约定了，如果需要，你哥哥可以申请扩大原定面积。你哥哥一旦申请扩建，他作为补充土地的提供方，那么扩充的面积需要你按市场价的差价补给他。谢谢。哎，你是 UCB 的 LLM 吗？我今年也想申请 UCB 的 GD 呢。那我到时候把我的课业笔记给你看看，有帮助的。好呀。打开了实习这个新副本以后，之前的人生经验就都没用了，没有了趋利避害的 buff， 什么都得靠自己了。不过有这奔三的智商，外加这一头青春的发际线，相信一定没问题，可以的。哇，秦伟啊，你来实习还是来摆摊呢？哎呀，跟你说，到时候你就知道这些有用了。还有这个防止磨脚后跟的也非常有用啊。到时候出去一饿，就把这代餐一吃，反正全没问题。还有创可贴，这一看就是打过硬仗的。哎，你们看没看到他们这儿有没有那个咖啡机啊？我还带了速溶咖啡，你们要困的话，我们就一起喝啊，大家一起喝没关系。不用麻烦了。代教律师给我们带了永璞咖啡，差点忘了，那个时候李崇文就已经在锦园实习了。看来这个实习副本更难打。谢谢张律师。哦，你认识我？啊，我刚才在玄关那儿的时候，多看了一眼合伙人和助理律师的资料，所以记得。啊，很聪明。你就是张子涵老师介绍来的钱维，对吧？啊，对。11届的，专业第一，履历漂亮，思考成绩相当不错。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李崇文，光华10级的，保研后已经在锦园实习了快1年了。对这儿的工作比较熟悉，你们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可以来问他。我知道你们在校的时候应该都很优秀，不然的话不会得到锦园的实习机会。但是锦园不缺优秀，希望在短时间内看到你们的核心价值。
你们这批实习生，最后只留下1位。大家不用紧张，毕竟第一天来嘛。这样，我们从简单的开始吧。现在有一个民事借贷纠纷案，基本案情我已经发到你们邮箱了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然后每个人给客户做一个工作方案，给到我，好吧？好。千薇，下班之前做好，给我，做得到吗？可是现在已经3点钟了。对啊。我没问题。你看，人家钱维都没问题，你们有问题吗？来吧，给大家分一下。谢谢。喝点咖啡，提提精神。钱维。干嘛？怕我给你下毒啊？大家都一样的。哎，各位。这个是无糖的闪萃黑咖啡，女生喝了不会胖，放心喝啊！别以为咱俩是同门师兄妹，我就会对你放水。放心吧，我一定按时完成任务。你说的啊？接着喝吧。谢谢。陆巡，怎么这么晚还没走？刚开完庭，材料太多了，我帮数据员收拾一下。哎，陆巡，你有女朋友吗？你这个实习期就这么忙，你怎么找对象？你怎么谈恋爱啊？你不懂，我的女朋友特别的喜欢工作。我毕业那年，我前女友跟我说的也是这些话。哥，祝福你。好吧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我刚收工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跨年在加班中度过。钱维，你不会不记得元旦是什么日子吧？你自己不都说了吗？辞旧迎新跨年的日子了。好娇乖，生怕我把他生日忘了，疯狂提醒我。哎，我就不理你这茬，直来直往，多没有意思。那个意见书我已经发给你了，这个是我给同事们打印明天的资料，我这不算开小差啊。我刚看了你做的方案，假合同做借贷是民事责任，你怎么做成民刑交叉了？套路贷那肯定得是刑事。套路贷？忘了18年开始，这类民事借贷才被列入套路贷的范畴，是以后会增加的法条。又来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以后这种事情真的是越来越多，就是他们这种空壳公司以借贷为名义，然后收人家高利贷啊，敲诈勒索，然后出现了法律纠纷了之后，他们就直接破产跑路。因为 P2P 暴雷，2018年以后，这类行为全部按照套路贷进行处理。那出借人，我跟你说，不只要赔钱，还要坐牢的。那将来是会改变的呀，那也是以后的事儿。那你现在这么做，实习，懂了，现在去。谢谢。
啊，其他的都没问题。听说你父亲的事儿，我以为你会消沉很久，没想到状态调整得这么快，真的太难得了。可能我想开了，有些事情，即使是再来一遍，结果还是一样的。你是说，以前你父亲也是？上一次也是，但是到医院的时候太晚了，一句话都没说上。这次好多了，还多给我留了5个字。什么字儿？再见，我爱你。难道他真的不来自这个时空？真好，真羡慕你。你呢？你爸爸留下来的债务？啊，实习这1年，除了工资之外，张律也会分我一些律师费，债务也算还清了。而且张律也有意留我，说是要给我转正的机会，算是离梦想越来越近了吧。那就好。干了。秦薇，回学校是吗？我也回，咱一块儿吧。没关系，我自己可以。你怎么没拿伞呀？我看你工位上不是有伞吗？你不是说你喜欢淋雨吗？他来接你。学长，要不一起走吧，反正也顺路。对，一起吧。哎，算了吧，我坐公交车吧，我习惯了。没事，我们那正好后面还有1个座，一起吧，没关系。算，你们走吧。那我们先走了。那你慢点，学长。拜拜。拜拜。是我傻了，怎么会有人真的喜欢淋雨？今天正好去法院实习，我看下镇也借了我爸的车给我。本来应该早就到了，但是我去买了点东西，想给你个惊喜。什么？你看。包。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，主要是我看你平常老背那个帆布包，如果淋到雨的话，把里面电脑弄坏了，文件不就都没了？所以2个一样的，情侣款。情侣款我不知道，反正那个导购跟我说，那个应该是好像半价我才买，省点钱嘛。哎，别闹，开车呢，正经点。哎，要不以后我每天都来接你下班怎么样？别
人家别的实习生都是坐公交车、坐地铁，我这样不好啊。今天不是下雨吗？特殊情况，那我就骑单车来接你呗。我坐公交车直接直达了，你这么麻烦干什么？怎么吃醋啦？那我能不吃醋？我肯定吃你工作上的醋。万一，你要按这么个见面法，我估计这个月我都没法怎么见你。看来某些人真的很想跟我一起跨年。不是那包你喜不喜欢？就那样吧，半价。半价怎么了？那你不能帮我省点钱吗？可以啊。嗨，归国富二代，这人就这样，家里头不待见，你去正好。他呀，就喜欢年轻的、帅的，你去正好。哎，怎么了？我说崇文，谁没有寒窗苦读过10年书呢？谁又没怀揣过改造世界的梦想？但是，社会是现实的。残酷的，有些时候机会一旦错过，就很难再遇到了。哎，崇文，加薪的事情我跟合伙人已经谈过了，没问题了。我知道你着急拿职业证，我会尽快帮你操作一下挂锁的事情，以后也会慢慢的把一些稳定的案源分给你来接手。但是你要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位子。要知道公司需要你做什么，啊？好了，除了前围之外，大家都忽略了案件管辖权问题的讨论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整理的证据报告没有突出重点，法条结合实际案情做得不够充分。好了，大家都停一下。洪文，你留下，剩下的实习生都出去忙自己的手头工作。崇文，锦源是乐达常年的法律顾问，根据客户的需求，你们要签一下保密协议。客户要求我们以最低的经济损失，以合法的手段来开除这个名叫秦奋的男高管。工龄9年，资料里是他这9年的工作记录、出差记录和身体状况。这个秦奋有慢性肾炎，我提了把他调到高辐射、高消耗的实操岗位，让他自己提出离职。但是客户呢，想要速战速决。这个秦奋他工作也没有犯什么应该被追责的错误啊，9年没有请过年假，而且从他的这个工时和他这个出差次数，结合他这个体检报告来看，
他这个肾炎就是因为过度工作才造成的，这是工伤啊，为什么要开除他？什么为什么？客户没有任何义务向我们阐述为什么开除他的实际理由。他不说，那我们就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去开除一个9年工龄的员工啊。县委，这个可能性有很多，有可能是因为他在派别斗争中失败，也可能是因为他自己身体和家庭的原因，导致他无法高效的工作。那既然客户已经决定这样做了，那原因并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满足客户低价开除他的诉求。那就这样，我们就选择一个折中的办法，先把他那些什么加班费啊、年终奖给他结清楚，再把劳动合同改成劳务合同，然后呢，再把他的工资给他翻。客户要的不是折中，他们不愿意给 N+1的赔付，就不会同意赔付累计拖欠的加班费和年终奖。我们坐在这儿，不是要讨论一个折中方案。张老师就带出这么个学生。我有一个想法，可能需要客户配合一下，就是有点折腾。你说说看。可以通过高层口头让他休假。像乐达这种大公司呢，对于休假来说，肯定内部有一个流程。那半个月之后呢，可以说他没有经过公司的批准擅自休假，做空工处理，这样也避免了 N+1的赔偿。可以。那未休年假的工资和累计拖欠的年终奖该怎么处理？乐达不是一直鼓吹奋进拼搏的企业文化吗？其实让他们内部起草一个协议，可以通过股权分红、提高年终奖、加快晋升来作为诱惑，让他们的员工放弃年假、加班费以及以前的年终奖，针对中高层发放签署。最后，我们给这个协议起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，叫狼性协议。